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西式林的内部结构。那因为我的西式林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内部结构，之前有放在保护盒内摔倒，那所以造成这个偏移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跟下面不同位置偏移，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个磨豆机给拆开。那跟大家提醒一下，这个是西式林他们是不要你拆开的，因为怕后续有一些装上的问题。那再加上说它的里面的结构是塑胶材质的，所以下面的螺丝多锁几次可能就会崩牙或坏掉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西式林的筒身，中间这一片呢，它不是一体成型的，是放进去之后焊接的。这个部分是固定刀盘的。那这边这个是它的中间的结构，也是塑胶的。那这边是可以拔起来。中间这一条呢是有点斜状的，这边是比较粗，这边比较细的结构，那可以拔开。拔开之后可以看到中间是有卡榫设计的，不是全圆，是中间有个卡，所以它在结合的时候可以固定在一个位置，但是其实它如果施力大的话，还是可以移动的。就像我放在包包里面，然后丢，然后它就可能造成位移了。那这位移的部分，其实我有问过西式林的 IG 小编，那他说他就算这个歪掉了，也不影响。好，那可以看到这个卡扣这边是平的，对应这边是平的。那这个都是塑料的，塑料是没有问题，但是锁螺丝的地方呢，它也是塑料的。这边，那这个是它的螺丝，常常在塑料上锁的话，就很容易滑牙，所以我在拆，就是因为这样，他才不建议大家去拆它。这是它的螺丝。那我们准备来结合，先把这个对齐。对齐完之后，它需要用点力量，那按下去，卡住。卡住后，我们自行对齐一下，这边对这边，看有没有歪掉。没有的话就装上去。装上去的部分，它做的还蛮密的，但是也不会很难拔。然后我们放进去。那放进去之后，先不要急着压到底，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对齐下面的螺丝孔。螺丝孔是要对准的。对准后压到底。这边是不是螺丝孔就有卡榫可以卡住，让它在磨豆的时候不会偏移。好，卡完之后，我们就要来数螺丝了。
在锁螺丝之前呢，我们是要先装上这个就是粉槽的螺纹环，那它也是塑胶的，并且可以凹凸。我们需要先装上这个。装上这个，再装上这个垫片，那固定这个塑胶环。就是这个了。那这边要注意一下，你看这个是吸不住的，是因为白铁螺丝的关系。如果吸得住的话，你这一只螺丝可能就不是白铁的，因为白铁的，所以这个吸不住，要先放到洞里面。那我们确认必须一定要确认说你有对准洞口。然后洞口都有对准，那我们再放上这个片子，再放上螺丝，忘记一个步骤了，应该是要先放入内刀盘。内刀盘让大家看到一下，那这边有一个 Comandante 的 mark， 这边应该是型号。这边的部分，因为你如果没有拆的话，你绝对不会看到这个 logo。这说不定可以拿来作为真假辨识的，但基本上你就算你拿到假货，你也不会去拆它，所以你真的很少能看到这个 logo。那还有刀盘的本身，刀盘本身我这边就放大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把这个刀盘独立拿出来拍摄的。这个是 Comandante 的刀盘，那这边中间的卡榫对应到，我们可以看到塑胶的部分，这边有一个卡槽，所以刀盘这边是大齿状的是在上面的，要记得装对。沿着这个卡榫装进去。那这个是非常的紧的，所以尽量是保持刀盘每个角度都是在同个水平，然后慢慢塞入。塞到最紧的时候，我们下面的手压住这边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压住刀盘，让两个密合。好，让它密合 ，OK。
哦，接着再确认一下这个螺丝的位置。胶垫的位置有没有对齐？好，如果都对齐的话，放入螺丝，先把它放住。那慢慢的锁，不要锁太紧。我们先3个都锁上，那记得慢慢的、顺顺的这样。慢慢顺顺的意思就是，我们是要顺着它的螺纹下去，不要不小心又开了另外一个螺纹。螺丝的部分都先不要锁到最紧，然后我发现这个锁螺丝跟拆螺丝呢，在最前面跟像我现在锁到这个阶段，快进去的阶段是越来越紧，你会感到要越用的更大的力气。那这个阶段呢，我们来装中轴。我现在先不把它锁紧，轴承先装入轴承。那我的轴承呢，是另外买的陶瓷轴承。把这个中间的轴承压紧。再就是弹簧跟刀盘。刀盘的部分我先不锁紧，我先不装弹簧，然后保持这样，让它是很平整的。锁入这个，把它转紧，转到最紧，但也不要太紧，不然等下坏掉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样，稍微敲一敲。OK， 那我们现在锁剩下的地方。
也是不要锁到最紧。